这里海拔其实2800，也算蛮高了。我是会喘啊，我到稍微高一点的地方都会喘，但没有其他事情，也跑啊什么的都没关系。我是蛮喜欢这种城市的，就是人也不多，然后有自然的景色，蛮宽阔的一条河，大渡河。我的水流真的蛮急的。找到了这家老乐山菜，它好像开了30几年，然后评价在4.9分，超级高，差1分满分。全是红油的钵钵鸡。我想要吃这个，我就出来买。好好吃哦，那个汤也是很开胃的感觉。干嘛？我要吃完了。又是一天早上，我们现在这边是藏王广场附近，有很多吃的东西，也有很多可以住的地方。它九寨沟住的地方其实一个是集中在藏王广场，藏王广场应该是离它最近的，走路大概10几分钟，1公里的距离。我很推荐住在这个地方，因为周边商品也很多，饭店也很多。另外出景区你不用再坐接驳车了，坐接驳车，人流多的话真的很麻烦。这边可以直接走过来，10几分钟的路。然后呢，住宿像住在这里是比较推荐的。另外就是住在再远一点的，像那个九寨沟隧道外面一点大概2、3公里的距离，它通常酒店都是有接驳车的。那再远一点就可以住龙康村，就是3公里，就是我们住的地方。那边开发的可能比较晚，集中一些民宿，没有到很豪华的酒店，但是会比较安静。像这个藏王广场，我们住的因为是在很里面的一个酒店，也算比较安静，但是靠边上一些可能晚上会比较吵。它的酒店选择真的是很多，会让你眼花缭乱。我就选了好久，然后评价真的是参差不齐，有的是说卫生不太好，有的是那个水不够热，或者是房间不够热。怕冷的可以订一些有地暖的房间，还有一些就是说会吵，因为它通常那个水箱啊或者是制氧机就在同一个楼层，会有一些吵。对，有一些酒店还有那个供氧制氧机。反正选择是很多，其实都是差不多。那以距离来说，就是这个藏王广场最方便。上期去了九寨沟，评价是风景绝美，体验绝差。因为人多的关系，不管是五花海还是长海或者什么海，最终看到的都是人山人海。下面分享一些个人做的九寨沟攻略。交通方面，成都到黄龙九寨的高铁票不难买，也可以到松潘。最好提前预定，到达后再转大巴或者拼车抵达九寨沟外。据说大巴中途会停留，用时比较久，而拼车也需要再开2个小时。九寨沟很远，不太建议坐飞机。一来到达黄龙机场对突然升高的海拔缺少适应，二来机场出来依然也要再转车，旅途劳顿并不会减少。住宿方面，九寨沟住宿非常多，个人归纳成3方面：1. 距离近；2. 环境安静；3. 条件好。3点几乎不可兼得，除非大撒币。要距离近，推荐搜索藏王广场或者蓬峰村；要环境安静，可以搜龙康村；条件好就在希尔顿小镇附近，各取所需。九寨沟的门票是需要提前预定的，时段就无所谓，整天都能进沟。行李寄存和景区餐饮也不用担心，还挺完善的。门票如果订不到，也可以考虑用某宝或某鱼解决。至于出沟，高铁班次确实比较少，推荐从松潘出发，可以多买2站到峨眉，然后提早在成都下车，会比较好订。从九寨沟景区出发，拼车去松潘站，路上司机带我们去了他家开的商店，出售一些藏区特产，
虫草、鹿茸、雪莲花，我们也就看个新奇。我们现在到达了松潘站，从黄龙九寨站过来，大概开车20分钟不到就可以到这个松潘站。那我问司机为什么黄龙九寨回成都的车那么少，因为他说那边都是进站的车比较多，就是从成都到黄龙九寨的车比较多，所以回去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松潘站。松潘站的车票也好买，只是这边附近的超市比较少，就2、3家，东西也比较少，但不知道站台里面怎么样。太阳下面的高原很舒服，就是空气是有点凉凉的感觉，但是太阳晒在身上是很暖的，很喜欢这样的天气。然后天又会特别蓝。这里海拔其实2800，也算蛮高了。我是会喘啊，我到稍微高一点的地方都会喘，但没有其他事情，也跑啊什么的都没关系，就是氧气需求量比较大。那小朋友都没事好像。这里附近那个天晴的话，真的还是蛮壮观的。都是在山的中间。乐山第一次来这个城市，今天天阴阴的，但是没有下雨，也不冷，10几度。好多烟味，中国人的烟瘾真的很大。还没出站，他们在室内的地方就会抽烟。乐山的街道比较安静，给了我不少好感。沿途的市容还不错，街道宽敞，高楼林立。然而我一查发现，乐山只是一个4线城市。光看外貌，觉得几县之间的差距真的有在缩小。原本对我这个游客来说，只知道乐山大佛，在做攻略的过程中发现，乐山是一座非常好吃的城市，蹺脚牛肉、钵钵鸡、甜皮鸭等当地特产都声名远扬，连成都这个美食之都都被非常多的乐山品牌占了一席之地，可见乐山特色美食在四川人心中的地位。接下来就跟着我去看看乐山美食吧。乐山的住宿似乎选到了一家比较雷的饭店。另外一边，这边跟那边风格完全不同了。那边像招待所，这边像什么？对，招待所。好像这里还不吵，那边门口很吵。哦，就这样子。这个投影，我说很大的电视投影幕了。2张大床，中间这柜子，就这样子。这个很便宜啊，这个一晚上1000台币都不到，200人民币。我听说乐山是一个蛮悠闲的，然后非常多美食的地方。我刚刚来的一路上查了一下，它是4线城市，但是感觉还可以，就没有到很落后。然后走出酒店，真的一路都是吃的餐厅，虽然是很小这种规模的路边的店，但感觉非常本地化，好像还蛮好吃的样子。现在去探索一下，我们去找一家乐山菜。我搜了一下这附近，它的餐厅的评分都很高哦，都是4.8分、4.9分，这个很少见，而且是一些很老的餐厅，不是说新开张的那些餐厅，它可能靠送东西然后来刷好评，它都是经过一阵子真实的考验，对，得到了。好小的猫。我走出酒店不远，这里就是一条江，我刚查了一下，它是大渡河，很宽。然后蛮古色古香的一个城市，我是蛮喜欢这种城市的，就是人也不多，然后有自然的景色，蛮宽阔的一条河，大渡河。
我的水流真的蛮急的。生活感觉也蛮方便的，商店还蛮多的，然后交通也不会特别拥挤，一路上也没有像上海那么多的那个按喇叭的快递外送，就还蛮安静的，蛮安逸的一个地方。这是李白吗？找到了这家老乐山菜。它好像开了30几年，然后评价在4.9分，超级高，差1分满分。进去看看。上7楼。对。7楼。竟然有这么高！感觉好多东西想吃啊，什么小炒鲜切吊龙，哦，都是很开胃，感觉它那个辣真的是蛮诱人的，但是吃多了确实会那个出口会不太舒服。这里价格也不贵，这家店服务也很好，服务员非常热心的在做推荐。哦，我们刚刚进来的时候都还没什么人，现在一下子都坐满了。妹妹玩一个，哦，猫屎糍粑，哦，它是像猫砂里边挖出猫粪一样。吃吃看。好啊。哎，不是拿钉耙吃的。放在这个你的。好了，好吃吗？啊，妹妹挖一颗。妹妹等一下，我过去一点挖。好吃。好不好啊？看了一下哈。谢谢。这个圆圆的就是的。哎呦，妹妹。我还是把这个水留在这里，因为妹妹他们的话喝这个茉莉花水要好一些。好。我是这里店长，你如果有什么需要你随时喊我就行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。钵钵鸡哦，全是红油的钵钵鸡。我想要吃这个。跟着去玩吧。好好吃哦。那个章鱼吃掉。很开胃的感觉。干嘛？我要玩了。在那里。来，快点到石头。非常好吃，但是第2口就有点感觉到辣了。这个钵钵鸡，哦，红油啊，真的芝麻非常香，辣其实还好，就是你稍微过一下就还好，很可口，太好吃了。而且这一份钵钵鸡是送的，因为它有那个大众点评什么打卡签到，他就送一份。没有，人家说你是 LB5。对，我大众点评的等级达到一定等级，他就可以送你一份。我是一个网红，你们。还有藕，我平时不太能吃辣，但是这边的这种辣就是很可口。虽然吃多了会真的觉得辣，但是1、2口上来真的很可口，很开胃。这钵钵鸡里面还有这个鸡胗，还有鸟蛋、木耳，太可口了。只是我嘴巴感觉已经有点麻麻的。这个是什么羊肚菌？羊肚菌，很鲜的。这个羊肚菌，很鲜，很鲜，有一种肉的感觉了已经。然后它里面是有放腊肉一起炒，很入味，非常浓郁，配合在一起很好吃。咱们这个蹺脚牛肉哈。来试试，乐山非常出名的蹺脚牛肉。它跟台南的温体牛有点像，就是原汁原味的，然后那个牛肉很新鲜，
但这个蹺脚牛肉呢，它这个锅里好像牛的各个部位都有，像这个牛肚，很鲜的。它应该就是清汤，然后牛肉熬出来的清汤，然后再加上这些牛的各个部位，很可口。还有这个喉管，喉管还有肠子，牛肠。好，这个是米豆腐脑，谢谢。它那个其实是米。川式豆腐脑，我都没看到豆腐脑，豆腐在哪？还是它已经融化在里面？这就是了，感觉这个蛮重口的。试试看这个豆腐脑，是有点恶心，看起来。太咸了，我觉得有点太咸了，太重口了。乐山的第二天，我们现在坐着那个电动3轮车去吃一笼烧麦，等一下吃完去看乐山大佛。那这几天就是阴雨绵绵。那水好啊，就是你说的吃了一笼烧麦，那水好。一笼烧麦什么？那生意好了哈。生意好得很啊。哦，要排队吗？可能不得排队哦。这边节气才可能在排队。吃好去看大佛，晓？对，吃好去看大佛。你去看过那夏公子那儿都活得没得大佛的嘛？什么？夏公子都在那里大佛，不要钱的大佛。我进景区看的。啊？要到景区里看的。要到景区里看。对。没的夏公子看过，那个夏公子那儿看不要钱。不，没关系。要爬上去爬一爬。小朋友第一次坐3轮车，电动3轮车的体验。